他身為四大主神，形象卻這麼的模糊，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原因，就是他沒有形體，他沒有皮，這是他的原廠設定。阿茲提克人每年會挑選一個像好萊塢明星般無瑕的少年，當作是 Tezcatlipoca 的化身。他有1年的時間可以極盡的任性，享受溫柔的對待，極致的特權。當這1年結束的時候，他本人還有祭司會配合一些複雜的儀式，讓他一路走上這個神殿，最後在祭壇上被犧牲。他是抗拒被分化的神，混沌是重生或重整的必要過程。雖然秩序是耗能的，但是潛能一直沒有發揮，也像是一團一直沒有成型的低气壓一樣，其實也很令人疲憊。Tezcatlipoca 也常被說是跟黑魔法、跟幻術相關，但我覺得其實是相反，鏡子裡的東西又不在鏡子裡，但是面對真實卻比任何魔法都還要可怕，因為看見真實可能代表有一些既有的結構即將要死亡。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樣，其實常聽到神話或是古代的神，常常根本听不進去，也記不起來，因為感覺就很 nonsense， 有點像是看到爸媽時代的偶像一樣，忍不住噗嗤。雖然不是不敬，但是真的是不同時代的東西。但我覺得今天要講的 Tezcatlipoca 它是一個神秘的例外。我覺得它不但不過時，甚至還歷久彌新，真實到有點讓人害怕。我暫且稱它為古中美洲眾神裡最失意的黑暗搖滾巨星。很多學者都說它是最複雜、最重要，但卻最被低估的古中美洲神。我甚至覺得他是現在唯一一個還活着、還維持着他力量的神。他到底是誰呢？我先讓你瞥一眼，他的主要形象是一面黑曜石鏡子。今天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這片煙霧之境，甚至挑戰他的真面目。謎團，詭異的身體缺陷。其實 Tezcatlipoca 是阿茲提克的4大主神之一，他的神廟就在阿茲提克聖城的最中心，但我相信大部分的觀光客或甚至本地人很容易忽略這个神，因為真的不常看到他的神像，像其他太陽神、月亮神、死神、雨神、羽蛇神，你都會常常看到他們的樣子。但是 Tezcatlipoca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呢？我真的也是到做這一集我才認出他的樣子，還有他到底是管什麼的。他身為4大主神，形象卻這麼的模糊，其實有一個很直接的原因，就是他沒有形體，他沒有皮，這是他的原廠設定。怎麼連身為一個東西這麼基本的配備皮都沒有呢？所以我們看到他所有的沙龍照都是他戴着面具或穿着豹皮的樣子。但也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體，所以它可以變成各種東西或是動物，也因此無比的強大。它常見的化身包括了黑色的蜥蜴、火雞、雉雞、花形的笛子、會說話的橫木或是繩子。身體缺陷2，為強大而犧牲完整。除了沒有皮以外，它還缺了一隻腳。因為他出生的時候實在太強大了，所以在地下世界的眾神想要阻止他衝破地上，想要阻止他出生，所以在底下拉着他的腳，但是他就拼命的想要出生，所以他寧願犧牲一隻腳讓他去吧。所以他的腳有時候呈煙或是漩渦狀，或是呈現一個不斷流血的腳。他是極端強大的神，他是地下與地上共存，所以代表他形象的黑曜石鏡子有時候是黑白2塊，就是代表黑是地下，白是地上。當占卜師想要召喚這位神的時候，有時候會在鏡中看到一些煙霧蒸汽，但有時候也會看到光亮。Tezcatlipoca 的力量就是在於它永遠的流動性，還有它的不完整性。它的形象也包括了夜晚的天空無所不見，還有夜晚的風，還有像夜晚的幽靈的美洲豹。難以捉摸，擁有最多稱號、最多名字的神。以下我快速念過，因為你聽了一定會頭昏眼花，這絕對不是一個正常的神該有的樣子。Tezcatlipoca 是統治者之神，但他同時也是奴隸之神，奴隸的守護者。他會讓奴隸被俘虜，但同時也決定他們重獲自由。他也被稱為我們的奴隸主。他也是商人之神、戰爭之神、愉悅道德之神。他也常呈現老土狼的形象，主管音樂跟跳舞。他也是創造者、
敵人、智者、寶貝兒子。¿Quién está cerca y está junto？ 就是他好像都在四周，又像在身邊，又像在前方，捉摸不定。以上這所有的形象好像都沒有一個固定的邏輯，而且很多甚至是對立的形象，這就是他矛盾、衝突、流動、破壞的性質。很多考古學家老教授研究他幾十年，還是常常在古籍上發現他的新的模樣，每天都感到非常的驚奇。但是他最具體、最發揮他神力的時候的形象，還是那一面黑曜石鏡子 Tezcatlipoca， 也就是煙霧之鏡的意思。黑曜石鏡子映出了什麼？在西班牙人攻占阿茲提克帝國之前，其實就出現了很多預兆。所以那時候阿茲提克人其實已經人心惶惶。那據說這些預兆全部都是命運之神 Tezcatlipoca 給的。其中一個呢，就是出現了一隻奇怪的鶴，它的臉竟然是一面黑鏡子。那麼有人就把這隻鶴抓來給末代帝王看，末代帝王看到這個鏡子裡竟然出現了很多騎鹿的人。當然那些騎鹿的人就是西班牙人騎着馬，因為當時他們不知道馬是什麼東西。那國王想要找祭司來解讀這個預兆，但據說隔天鶴就不見了。那也據說阿茲提克聖城隕落之前，他們最後的英雄將軍也曾經獨自爬上高高的 Tezcatlipoca 神殿去看那面黑色的鏡子。那他戳戳鏡子一看，裡面竟然看到了這座城市已經不存在了，那當場昏倒。那更諷刺的是，雖然命運之神 Tezcatlipoca 已經給了這麼多的預兆，但是第一場西班牙人對阿茲提克的大屠殺就是發生在 Tezcatlipoca 的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祭典上面。當時可能因為慶典鼓聲震天，阿茲提克人完全沒有發現西班牙人軍隊正在逼近，所以毫無準備的血染神殿，許多正在打鼓的樂手手都被砍掉，滿天飛。這一個令人不安的藏鏡神到底是誰？他是阿茲提克的4大主神之一，他的兄弟們包括最知名的羽蛇神、太陽神還有剝皮神。他的兄弟們跟他比起來都相對扁平可預測，然而 Tezcatlipoca 是搗亂者，像是他的兄弟羽蛇神非常的親近幫助人類，所以羽蛇神就被 Tezcatlipoca 徹底的惡搞。在阿茲提克人的傳說中，之前的圖拉帝國之所以會隕落，就是因為當時羽蛇神非常幫助圖拉的人民跟統治者。那 Tezcatlipoca 看不順眼，所以有一次他就偷偷的拿一塊黑曜石鏡騙羽蛇神，叫他看那個鏡子。結果羽蛇神一看，發現自己竟然是一個老頭子，並不是他原本以為的自己，他就覺得非常的羞愧。於是就背棄他的人民逃走了。逃走之後 Tezcatlipoca 又騙他喝了很多的玉米酒。羽蛇神喝醉以後呢，又跟他妹妹亂倫。那當黎明來臨，他們又更加的羞愧後悔，所以逃得無影無蹤。Tezcatlipoca 作為命運之神，他大量的出現在那些難以追溯作者或是書寫墓地的古老占卜書中。他全能全知，強大任性，他有着把人類玩弄於股掌再丟棄的形象。但與其說他是命運之神，其實他就是命運本身，所以他才會被賦予任性的特性。因為就像命運一樣的任性，最縈繞心頭的活人獻祭。Tezcatlipoca 的另外一個稱號是那個年輕人。阿茲提克人每年會挑選一個完美的像好萊塢明星般無瑕的少年，當作是 Tezcatlipoca 的化身。他會被華麗的裝扮，戴着羽毛頭飾，拿着笛子，坐在聖城裡的 Tezcatlipoca 神殿裡。他有一年的時間可以極盡的任性，享受溫柔的對待，極致的特權。當這一年結束的時候，他本人還有祭司會配合一些複雜的儀式，讓他一路走上這個神殿，最後在祭壇上被殺死犧牲。我很早就聽說這個儀式，但是我不知道這是特別祭祀 Tezcatlipoca 的，真的是非常的。這邊我就有一個小疑問，因為都說 Tezcatlipoca 是災難混亂之神，但是他就是命運本身，而且他不早就預言了一切嗎？
但是還好，也奇怪的是 Tezcatlipoca 從來沒有冠上邪惡之名，它只是任性不可控。但是任性跟不可控其實也只是一種沒有符合期待被冠上的標籤。如果換一種說法，是不是無常跟真實呢？民族創傷，一個不斷被神背棄背叛的民族會造成什麼心理創傷呢？其實500年過去了，這些古老的神早就被壓在底下，也沒有人覺得自己的一舉一動跟這些神有任何的關聯。但請記得 Tezcatlipoca 是無形的，它穿梭地下跟人間，它要怎麼被埋起來呢？我覺得它的確是最不容易被潛意識歸類並消失的。當然這只是抽象的說法。Octavio Paz 是墨西哥諾貝爾獎得主，他這本《孤獨的迷宮》是他最有影響力的著作。那其中最有影響力的2個篇章，其實都跟 Tezcatlipoca 的這個概念有一點點相關，因為它裡面分析了非常多墨西哥的民族性。當然，墨西哥有非常繽紛美好的一面，但也有比較黑暗遲滯的一面。那麼跟Tezcatlipoca 相關的，墨西哥最有名的就是 Fiesta， 就是他們說的節慶狂歡。其實節慶狂歡就是反叛搗亂，你無視於一切的規則跟階級，沒有明天跟昨天，只有當下。他們有很多非常窮的村落都還是揮霍過節，因為命運對他們來說是不可預測的，他們變成某種程度的消極，不抱希望，所以造成積極的狂歡，表面的樂觀，深層的悲觀。當然這些民族性或是文化都是非常複雜的歷史交織的結果，造成了墨西哥今天特有的難以撼動的模樣。但我當然知識分子或是一般受教育的民眾也都會看到這些盲點，當然想辦法保留美好的傳統跟特質，推動那些比較封閉被動的部分，但當然沒有那麼容易。這些議題的因果超級複雜，但非常有趣，之後我們有空再來直接講這個。所以我們現在先回到 Tezcatlipoca， 抵抗分化的少年，神是怎麼產生的呢？其實應該全世界的神話都類似。那麼在中美洲是有一切的父母雙胞胎，他們生下的4個神之後再去分化成眾多的小神，那麼這4個神就是主神。所以你看 Tezcatlipoca 是多麼的高階的神，但是這4兄弟 Tezcatlipoca 是唯一一個再度還原成混沌的神。當初就是犧牲了他的皮跟一隻腳，叛命的要出生，拒絕秩序，拼命搗亂，他是抗拒被分化的神。這也為什麼他的形象之一是任性的少年，因為成人其實也意味着所謂的秩序有限、分化、失去一些可能性，甚至衰亡。什麼是分化呢？其實社會，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，會讓人無可避免的被分化成一個特定的角色，一個螺絲釘。那麼青少年特別容易呈現一團混沌的狀態，因為他的自我是抗拒那一份分化跟衰亡的，他就想要維持完整，怕失去所有其他的可能。當然這份害怕也是存在於所有年齡層的人當中，但是青少年特別嚴重。那麼 Tezcatlipoca 的叛逆呢，甚至讓他成為了少數維持單身的神，因為大部分的神都是成雙成對，有一個女伴。那 Tezcatlipoca 单身，因為有伴，有一個2人的結構，就總得付出一些責任跟犧牲一些東西，去完成這個穩定的結構。但是永遠當一個任性的青少年，真的很酷嗎？神也許不會老不會死，但是人會。混沌是重生或重整的必要過程。覺得 Tezcatlipoca 之所以失憶而且永不過時，因為它是重生、打破僵化既有結構的必要的誠實的力量，而且它不輕易安慰信徒。因為通常宗教是一種人跟神的，不管是契約或是交易，或者是一種安定人心的力量。但是 Tezcatlipoca 他拒絕提供安慰，他從不保證最終的結果，甚至維護保持永恆的衝突跟不確定性。Tezcatlipoca 代表了自然中永恆的、矛盾的、不可預測的流動，這跟道教那種陰陽轉化的概念相似。但是道教的陰陽流動，或是佛教的無常，它可能比較是追求人跟天地的和諧跟順應。但是 Tezcatlipoca 它比較像是一個有意識的神，它是主動創造衝突、背叛、搗亂，所以人必須要對抗它的挑戰，或是無奈的接受它。這好像跟順應天地的感覺又不太一樣。如何面對我們心中的 Tezcatlipoca？
我覺得混亂是再生或重生的必要過程。當然，癱瘓在混亂中，也許也是一種逃避。當然，沒有人自願真的想癱瘓在混亂中，通常是經過一些嘗試，但是一直被打趴。無論是因為自己的狀況，或是外部社會的環境，努力一直無法回收，就會變成一種失望，變成習得無力感。那麼這時候，生命為了要維持自我的活力，它常常寧願處於一個混亂的狀態，至少是比較充滿可能性的，而不是变成一個已經死亡的小螺絲釘。但是也總有一天得從一團什麼都不是的混亂成為什麼吧。雖然秩序是耗能的，但是潛能一直沒有發揮，也像是一團一直沒有成型的低氣壓一樣，其實也很令人疲憊，總還是會希望站起來的。雖然那個站起來的樣子不是原本預想的樣子，但是人類在歷史的軌跡裡，什麼時候是預想中的樣子了呢？這又是 Tezcatlipoca 任性的地方。雖然黑暗與混亂中有一切的深邃神秘，但如果沒有光明與秩序撐起的透明、純粹跟深度，那麼再多的黑暗也只是虛無而已。可惜你是神啊，你已經被定型了，你失去了長大成熟的機會。前幾天剛好聽到一句話，對與錯之間有一片荒原。我覺得可以說，成功與失敗之間也有一片荒原。荒原不是沒有路，只是我們以為沒有。那麼我覺得 Tezcatlipoca 的混亂是可以幫我們找到荒原的入口。讓我開始對 Tezcatlipoca 感到好奇的時候，甚至會覺得有點害怕。害怕什麼呢？那一片黑黑的小鏡子，還不知道是怎樣，就已經害怕起來等了。其實 Tezcatlipoca 也常被說是跟黑魔法、跟幻術相關，但我覺得其實相反，鏡子裡的東西又不在鏡子裡，但是面對真實，卻比任何魔法都還要可怕。為什麼害怕呢？因為看見真實，可能代表有一些既有的結構即將要死亡。那麼那些所謂煙霧之境，那些迷霧是我們自己製造的，因為我們不想看清楚。當然不需要什麼都看清楚，這世界本來就是我們每個人獨特的投射。但如果自己隱隱聞到什麼東西在暗中腐爛，或是騷動作亂，那麼就是可以適時去看見它。Tezcatlipoca 的黑曜石鏡從來就不是太大，它不是那種穿衣鏡，每天都需要去照它，它只是一面小小的鏡子。是我們偶爾需要小心的拿出來，勇敢的看進去的小小黑黑深深的鏡子。你好，是 Jenny。哦，超級累，錄了第二次，你第一次實在不行。Tezcatlipoca 不知道，講起來實在是亂成一團，雖然稿子也已經整理很久了，超想罵髒話。但是謝謝你看到這裡，我也很任性的希望可以了解跟你分享的東西。如果你還沒有訂閱、分享、按讚、留言，也趕快動動手，陪我一起繼續探索下去。下次見。熟悉的腳步聲，給我心疼。我的夜夢終究快要變永恆。